女嘉宾小玲27岁，同样来自广东。来，掌声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4年恋爱了是吧？对。谁追的谁啊？当初是我表的白。同学吗？对，是同学。你们是哪年毕业的13年才毕的业。哦，13年毕业。姑娘家是深圳的，还是毕业之后分在了深圳？我家就是深圳的。哦，家就是深圳，你家是哪里的呢？我家是潮汕的，然后我在深圳读书嘛。所以你是为他去的深圳是吧？哦。现在怎么啦？因为我们在一起，毕竟已经4年多5年了，都没感情，肯定也是有感情的。对，因为之前异地恋也分过1次手。谁提的分手？是他比较反对异地恋嘛，当时因为闹矛盾，所以就是。为什么闹矛盾？就因为工作的问题嘛。当初他也老是拿我跟他小领导对比，就始终觉得我又不上进，做事情老是又眼高手低。啊哈。当时他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如人家，人家又能力那么强。2、3年时间都可以当领导，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人家一样？甚至当时他也跟领导关系比较好吧，然后我就其实也看不惯，也不想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啊哈，就觉得其实我一个人回老家也能打拼出一份事业嘛，也不一定要待在1线城市。所以这么说就是没留在深圳，是因为他老拿小领导跟你比是吧？对，所以你就走了。就一毕业就我选择回老家发展，那就分手了呗。对，分手了。分手有多长啊？1年时间。就其实那时候回老家，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赚多点钱嘛，自然联系就比较少。那后来怎么又走在一起了呢，姑娘？后面因为大家也分开了时间比较长，但是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。啊。后面我觉得他既然在老家没有多大的发展，倒不如来深圳这边试试。啊。我也在深圳这边，或许我可以帮到你。但是我发现他来到深圳这里，一点都不努力工作。重新去深圳，其实他是当初也给过一个承诺的。因为毕竟我老家条件各方面就比较差，然后我也跟他说过，其实像我这种条件，那也给不到你什么好的生活。毕竟我说去深圳的话，那我1没车，2没房，甚至连一份稳定工作都没有。那我去到深圳跟你唯一一个目的就想跟你结婚，因为毕竟我老爸老妈其实现在年纪也大了嘛，接近60岁的人，他们其实老一代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啊，就盼望着自己的子女出来工作之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甚至能够早点成家立业，然后有一个孙子可以帮忙带一下。所以你去深圳是为了跟他结婚的是吧？对，因为他当初也承诺过我，他说不在乎我的条件，只要我去到深圳，回到他的身边，他就跟我结婚。但是现在都2年多时间过去了，他一直都只字不提。然后现在我还怀疑他跟他的小领导有暧昧关系。别瞎胡说。我跟我领导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只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关系而已，你不要误会好不好？是。那你比较要好，为什么会已经到跟你妈去吃饭的地步呢？那是因为这样子的，在有一次公司聚餐的时候，我跟我领导拍一张合照发到朋友圈，我妈看到了，然后就问起是谁，我就说是我领导。我妈也是出于关心，想要感谢他一路以来对我工作的照顾，想要请他出来吃个饭而已，然后他就误会了。那怎么就那么凑巧了？你朋友圈那么多男人啊，我也在里面啊。为啥你妈就没瞧上我，瞧上人家了？那你怎么跟小领导说要跟我妈一起吃饭呢？我那个时候也唐突吗？如果是普通的这个上下级关系，说我妈请你吃饭，不太好吧？我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想要说，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说一起吃个饭也没别的。那我之前也要求过，什么时候你妈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，他老是推脱，一直都不肯。最后好不容易他妈答应出来吃饭了吧？那本来也很开心。那他妈问我一些工作情况啊，包括个人的一些东西，我都照实跟他说嘛。他就问到我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，我就照实跟他说，也就5000来块嘛。他就问我，那你接下来什么时候打算买房啊？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在深圳买房，我就跟他妈说暂时没有打算买房。那他妈当时就黑脸了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况。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妈为什么黑脸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妈不赞同我跟你在一起，她觉得你现在的工资收入不高，然后工作不稳定，你怎么能给将来大家一个好的生活？然后她就非要急着见我妈，我都跟她说不同意，然后她非要吵着就见，然后现在见到了，我妈更加反对我们在一起了，还老是劝我要跟她分手。你自己什么态度啊？我自己的我现在就怀疑她是骗着我。2年多时间，这件事一直都不提，甚至我怀疑他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备胎，我来照顾他的生活各方面而已。现在瞒着我去找比我更好的。现在你照顾他是吧？因为一般生活的起居，包括家庭的东西，都是我在打理。
你在打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相当于是我主内了。因为我当初觉得说，如果他能在深圳这边好好工作，我们还是有可能一直走下去的。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并没有很努力的工作，做语音销售工作不老往边跑，老是在家里面待着，下班回来就盘着条腿，就只知道打游戏。那不是我能力也就这么一点吗？你能力强，你一个月收入那么高，那你在外面赚钱吧。我们就各司其职了。那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你老是……那我当初不也跟你讲过了？我来深圳就没车没房，啥都没有，我就奔着结婚来的。甚至我来深圳，我都跟我妈闹翻了。但是你说你结婚，你一个月才4、5千，拿什么结婚呢？那女生你现在什么打算呢？我本来想要说，如果他真的好好努力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一起走下去。但是他现在做些很多事情都挺让我伤心的。哦，做什么事儿让你伤心呢？他说是把钱放在我这里，但是他想把钱放在我这里，就方便他时刻去查账，了解到我的收入，然后看是我的支出。因为有一次工作，我得到了一笔奖金，然后我原本很开心的，想朋友出去外面吃饭，就买了一些化妆品啊，买一些东西。晚上回来，他查了我的账，他说他发现我有一笔很大的支出，然后他回来他就指着我骂，他说你这么败家，从来都不会将来考虑花钱如流水，大手大脚的。那我不也是照紧那个钱吗？那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，我有错吗？我从来也都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甚至连衣服都舍不得买。但是你呢？我问一下，你挣多少钱一个月？2万。那他现在花你的钱吗？不够花的话，就会花我的钱，就是觉得理所应当，我应该给他花。但是我的钱也全部花在我们2个人共同的事情上面啊。我不像你啊，你1、2万随手就这么一花。但我并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么大的支出啊。我为了我们结婚能够早点买房，我都努力攒着钱。但是你呢？你根本都没为这件事情考虑过。但是我想问回你哦，买房子不是应该是你的责任吗？为什么是变成我的责任呢？难道我工资收入高，我就应该准备好一切等你跟我结婚吗？问一下啊，这段感情到底准备怎么处理啊？我是今天想问问他，到底是有没有真心想跟我结婚的，还是说把我当成一个照顾他的佣人，甚至背地里还背着我去找更好的？要不然跟他小领导为什么会跟他妈吃饭呢？就吃了一顿饭，还有别的甚至照顾他，还照顾到家里面去啊，人家贴身衣服都在家里面。你不要瞎说好不好？那是因为有一次加班加到很晚，刚好下雨，领导看到我那么晚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就送到我回家，送到楼下，然后我也没有带伞，他就借一件衣服给我挡雨而已。好，我来问一下，男生啊，你现在认为就是如果未来你们成家的话，你在家庭的分工应该是主内的，对吧？就是外面打拼应该是女朋友去，是吗？这是你的分工吗？因为毕竟每个人能力有限嘛，那其实也没有规定说男的一定要主外，女的一定要主内。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是喽，是吧？对。女生，你接不接受在家里面照顾女人、打理家庭的这么一个男人，还是说你要找的男朋友一定是一个大丈夫，在外面？我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大丈夫，因为我是一个女生，我在外面拼，其实我真的很累的。我也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我。啊，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他在逼婚嘛，你会嫁他吗？我现在真的想要考虑一下，因为他实在做了很多事情都太让我伤心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啊，比如在一次同学聚会里面，大家都带上男朋友嘛，有一个闺蜜生日，然后我的闺蜜就在群里面发起一个群收款，然后大家的男朋友都很快把那个钱给交了，就她迟迟不交。那我不也没钱吗？钱都在你那里，我没有说不交啊。但是就几百块钱而已啊，你是真的没有吗？你是真的没有吗？还是说你连几百块钱你都不舍得？不是不舍得，是真的没钱。然后最后还是我来帮他交了，我觉得真的很尴尬。男生，我问你一句啊，如果现在你们分手的话，你接受吗？不接受，因为毕竟他之前承诺过我的，我只要来深圳回到他身边，他就一定会跟我结婚啊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要不娶你的话，你还放不过他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们的感情好吗？我最后问一句。感情肯定是有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他跟爸妈闹翻回到深圳啊。现在还跟爸妈闹翻呢？现在还闹翻了。我也想结婚，但是我想结婚的对象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子的啊。我要嫁的人不是你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对，虽然我妈是有意想要撮合我跟我领导，但是我从来没这样想过。你领导有女朋友吗？他没有。就他故意还不避嫌，本身我们就因为他，我那时候才从深圳回老家发展的。
明白了。他就老闹跟人家对比，就始终觉得我能力不如人家，人家确实是比我强。别那么自卑。所以你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儿，是吧？对，有些话可能女生也不方便说，帮着点破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从开场到现在，你说了好多遍哈，你为了结婚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别介意啊，兄弟。你为了结婚，那你有没有问过对面的这个女孩，人家凭什么跟你结婚？啊，是最开始女孩主动追的你，你很帅。那除了很帅的外形、身材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值或者是魅力值，能够让面前的这个深圳的女孩死心塌地的马上兑现她之前的承诺，跟你结婚？就其实我也是有上进心的，我可能赚钱的能力没他那么强，但是我可以操持家务啊，甚至可以。兄弟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哈。当然，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内部的分工，是男主外还是女主外，这是家事哈，我们外人不便干预。我就说我的经历好了，我以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，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是同时做着3份工作，早上在电台直播节目，中午去光线录节目，晚上又去给一个小的公司去做配音。我经常在地铁里睡就睡过站了，因为太累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，在1线城市就是这点好，你只要想做。还真不是败给了物质啊，是败给了没有希望啊！来，女孩，我们说点真心话好吗？他就是你想找的那个人。你们就是现实版的女才男貌。女人图的是男人的貌，男人图的是女人的财，财产的财。但是，你们居然要打上爱情的幌子，这就有点不尴不尬。爱情是一件奢侈品，不愿意为此而付出的人是不配得到它。你扪心自问，你去深圳是为了什么？结婚。你说这句话不觉得可笑吗？你在跟他。我承认，可能我回深圳，就是真的像涂磊老师说的一样，可以有一个安乐的窝，自己不用那么辛苦。但是经过今天，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去回想一下，我们以前在一起那一份真正属于叫爱情的爱情。我觉得从今天以后吧，我希望也能够继续重新走下去，能够为了我们共同想要的一个东西一起去努力。但是我现在真的很乱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走下去。我好想好好的思考一下，我们现在这段爱情、这段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，
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子吗？我现在想好好思考一下，我现在给不了你答案。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个机会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吧。